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逆袭史，从农村女孩到实力女神，她让背景轮彻底失效。还记得那个被导演当面嘲讽圆脸演不了主角的姑娘吗？当时年仅19岁的赵丽颖扎着马尾，穿着几十块的 T 恤站在选秀现场，评委问她为什么来参赛，她攥着衣角说：“我想试试演戏。”这一试就是7年龙套生涯。在金婚里演只有3句台词的小女儿，在苍穹之卯里演戏份少到海报上都找不到的丫鬟，最艰难的时候，她连续3个月接不到任何角色，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。片场里发生过这样一个细节：某次拍夜戏时，饰演宫女的赵丽颖需要跪的举托盘，因为 NG 太多次，她的手被道具压出深深的红痕。副导演走过来，不是关心伤势，而是指着她的脸抱怨：“你这圆脸太吃亏了，镜头一扫就像个包子。”后来他在采访中提起这件事时笑了笑，当时我就想着，包子也能填饱肚子啊。双引号。转机出现在2011年的新《还珠格格》，拿到晴儿角色后，他把原著里所有关于晴儿的描写抄写下来，甚至专门去学了3个月的古典礼仪。有场哭戏需要他边说台词边落泪，导演要求眼泪必须停在眼眶里，不能滑落。这个镜头他拍了16遍，结束后眼眶全是被指甲掐出的红印。陆贞传奇的武打戏份让他浑身青紫，有场被拖行10多米的戏拍完，剧组发现他的戏服里这全是渗血点。但正是这部剧让他首次登上收视冠军宝座，当年嘲讽过他的导演主动递来新剧本。2015年花千骨拍摄期间，他连续3个月每天吊威亚超过6小时，有次落地时膝盖磕在碎石上，工作人员看见血浸透了纱裙才慌忙喊停。感情生活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。2018年10月16日，他突然在微博晒出结婚证，配文只有2个字：官宣。当时正在拍摄《知否》的她已经怀孕3个月，孕吐最严重时还要拍吃戏，常常是拍完呕吐镜头就冲进洗手间真吐。离婚消息公布那天，她照常出现在幸福到万家片场，场记注意到她休息时一直在看孩子照片。风吹半夏的钢铁女商人角色需要增重10斤，她每天吃6顿高热量餐4，有次半夜吃吐了，还是继续往嘴里塞鸡蛋。剧中酒桌谈判的那场戏，她提前喝了半瓶真酒让自己进入状态，镜头里她举杯时微微发抖的手指，其实是真实醉意的表现。今年某品牌活动后台发生过这样一幕，化妆师不小心把眼影刷掉在她礼服上，连忙道歉时她却摆摆手说反正黑色看不出来。随后上台时，主持人问及保养秘诀，她指着眼角笑言：“这里每条细纹都是我用过的剧本页码。”双引号。最近与林更新合作新剧时，有场需要她赤脚在碎石路上奔跑的戏。拍完导演喊卡时，现场工作人员才发现她脚底扎进了不少沙粒。场记后来在微博透露，赵丽颖当时第一反应是问要不要补拍特写镜头，因为看着不够疼。现在她随身带着保温杯泡枸杞，但吊威亚仍然坚持不用替身。某个综艺节目里，节目组安排她重现花千骨经典镜头，需要从3米高台后仰跌落。排练时工作人员建议用软垫，她摇头说：“当年怎么拍，现在就怎么拍。”赵丽颖的故事一直以来都被许多人当作逆袭的典范。从农村走出的她，没有耀眼的家庭背景，也没有一出道就自带光环的资本资源，却凭借着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，最终成为娱乐圈中不可忽视的顶流女演员。她的经历不仅仅是一段个人成长的轨迹，更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整个社会对背景轮的依赖与迷思。赵丽颖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告诉我们，背景可以是优势，但并非唯一标准，实力与坚持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底气。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、更新迭代迅速的行业，
许多新人往往还未站稳脚跟，就已经被淹没在潮流中。而赵丽颖的起点甚至比很多人更低，她没有专业的表演学院背景，甚至因为外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明艳型而被质疑不适合做演员。但正是这种被看低的处境，反而成为她最大的驱动力。她选择用努力弥补差距，用韧劲去对抗偏见。哪怕是跑龙套的日子，她也不曾敷衍过镜头，不曾轻视过任何一句台词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在她真正成名之前，她早已在无数部戏里默默积累经验，把那些不被注意的角色演得生动而真实。赵丽颖的逆袭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一步步磨出来的。她从金婚中那个短暂出场的小角色，到新还珠格格中逐渐被观众注意的晴儿，再到陆贞传奇中彻底打开知名度，最终凭借花千骨、楚乔传等作品封神。她走过的每一步都布满艰辛与坚持，每一个角色的塑造都见证了她的成长与蜕变。她用扎实的演技和极强的代入感打动了无数观众，尤其是在《花千骨》播出之后，赵丽颖用骨头的坚韧和纯真彻底奠定了她的顶流位置，也让人们意识到她并非依赖运气，而是真正拥有实力的演员。更为难得的是，赵丽颖在成名之后并没有被所谓的流量光环蒙蔽，而是始终坚持用作品说话。从古装剧到现代剧，从偶像题材到现实题材，她不断尝试突破自己，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。比如在《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》中，她塑造的盛明兰不仅智慧隐忍，更展现出女性成长的多重层次。这部作品让人们看到了赵丽颖在演技上的再度飞跃，也让她彻底摘掉了偶像演员的标签，进入到实力派的行列。其实，赵丽颖的成功本质上击碎了娱乐圈长久以来的一种固化观念，没有背景很难出头。确实，背景和资源在娱乐圈能起到重要作用，能让人获得更多曝光和机会。但赵丽颖证明了，没有背景并不意味着没有未来。她的努力与坚持，让她获得了比背景更持久的东西——观众源于口碑。观众会为一个真实、努力的演员买单，会为他的作品点赞。赵丽颖就是这样一步步赢得了大众的心。她的逆袭不仅仅是事业上的上升，更是观念上的突破。与此同时，赵丽颖也向外界展示了一个女演员的独立与清醒。在很多人还依赖团队、资本的扶持时，她已经在用自己的判断去选择剧本。她从来不追求华而不实的热度，而是更在意作品的质量与角色的厚度。这种选剧眼光成为她在娱乐圈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她明白，只有作品才能留下来，只有演技才能说服观众。即便是在生活中，她也选择了低调、务实的姿态，不被浮华所裹挟。这份沉稳与自律，也让她更显与众不同。赵丽颖的故事其实不仅仅属于娱乐圈，它还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也常常听到背景论，上学要靠家庭背景，工作要靠人脉资源，甚至有人会觉得没有强大的背景，就没有可能出头。然而赵丽颖用事实告诉我们，背景固然重要，但真正决定一个人未来的，还是他自身的努力与实力。他的逆袭之路给予了无数普通人希望和信心。很多来自小城镇、没有特别优势的年轻人，都会因为赵丽颖的经历而更加坚定自己的方向，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关键是不要放弃自己。当然，逆袭的过程从来不会轻松，赵丽颖也经历过无数质疑和挫折。她的外貌曾被人诟病不够大气，她的演技曾被质疑青涩不成熟，甚至在事业上升期也面临过个人生活的风风雨雨。但她从不被这些声音击垮，而是选择把质疑化作动力，用时间和作品去回应。今天的赵丽颖已经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励志偶像，她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何为越努力越幸运。回望赵丽颖的逆袭之路，我们更能理解她的成功绝不是偶然，而是长期积累下的必然结果。
他用实力让背景轮失效，用坚持让自己站上顶峰。这对于每一个追梦人来说，都是最好的启发与激励。无论你来自哪里，无论你是否拥有耀眼的起点，只要你足够努力，足够坚持，未来一定会有属于你的舞台。所以，当我们再去谈论赵丽颖时，或许不该只停留在她漂亮、她红这样的表面，而应该看到她背后的努力与坚持。她的故事提醒我们，成功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日复一日积累和付出的结果。对于正在努力的人来说，赵丽颖的经历是一剂强心针，告诉我们不必因出身而自卑，不必因挫折而退缩，只要不断向前，就一定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光芒。亲爱的读者们，赵丽颖的逆袭之路，也许正是你我人生的缩影。或许我们不是娱乐圈的演员，但我们同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拼搏，同样会面对质疑和不公。赵丽颖用她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不要轻易低头，不要轻易认输。你可能没有背景，但你有无限的可能。你可能起点不高，但你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记住，最美的风景永远在前方，只要不停下脚步，总有一天，你也能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中央，闪耀全场。从未见过的王一博 Jimmy Choo 线下大动作的广铺开，全程震撼。王一博的线下广告铺天盖地，效率惊人，粉丝疯狂追捧。他的颜值与反差萌让人心动，真实又亲和的表现赢得喜爱。背后是精心策划的运营手段，稳力温和努力人设，让粉丝路人皆赞。这场铺天盖地的商业表演，让人感叹娱乐产业的狂热与迷失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王一博属实没体验过呢。一博的 Jimmy Choo 线下门店铺天盖地，铺的幅度惊人，速度快到让人瞠目结舌。你说时间真是催生了奇迹。细想，没几个人能做到这种效率。刚放假回来刷热搜，竟然发现一个王一博的广告在各大地铁站、商场门口轮番放映。你以为明星的广告最多摆个大海报？不，他的广告居然是实体店铺铺陈的满满当当，连店铺布局都比一些品牌旗舰店还要用心。我当时心想，这效率也太高了吧！完全不用等媒体的推广，也不用靠粉丝自发宣传，一夜之间，铺天盖地的现场见面会、直播带货更是一波一波的复制成功。问我这个普通网友怎么知道？我半夜刷热搜，突然看到一位网友吐槽，一博在商场里走来走去，真是走马观花，随意一站，粉丝就已经排起长队了。这群粉丝的疯狂程度，真是让人又好笑又佩服，或者说是被血拼的速度逼得目瞪口呆。你们知道的吧，一博的颜值不是开玩笑的，从上面看过去，格外招人喜欢。那张笑脸，仿佛能融化冰山，偶尔还在现场撒个娇，天真无邪的让人心软。更别提那身打扮，似乎用尽了全部的时髦元素，满满的审美都在手里。有人说，从正面看，一博就是个大写的帅字，但从侧面看，真是帅中带萌。本来以为明星都是高冷型的，结果一博偏偏把那份厚脸皮和可爱混合得刚刚好。不过你说，网络曝光的那张绿麻袋照片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。那画面出现在热搜顶部，谁会想到一位帅哥会被朋友用绿色麻袋扛着走？你说这思路实在太大胆了。媒体一蹦出来就说什么环保趴，什么创意 DIY， 我只觉得这不就是一场现场整活吗？有人说一博的调侃能力很强，怎么一会儿看着萌萌哒，一会儿又被披上可爱哥哥的标签？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一种反差萌吧。讲真，一博的粉丝整天忙得像打了鸡血似的。每次他新活动或者新广告上线，不是直播是什么粉丝见面会，地铁站、篮球场、咖啡馆都能被粉丝包围得水泄不通。那场面让我感叹，真不是普通粉丝的铁粉。甚至有人说，粉得像要抢他的生命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
买了门票的粉丝闹得热火朝天，到最后甚至因为排队抢签名闹出点事儿，场面一度失控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一博能做到这点？不是光靠颜值，也不是靠粉丝的狂热，可能还得再多一点运营的手段吧。因为从他线下的布局来看，都是经过刻苦策划的，莫不是团队早就把这场铺天盖地的走向规划得明明白白。而且一博的人设一直都非常稳，不像有些明星每次翻车都翻得猝不及防。他早早树立起了温和、努力、阳光的形象，粉丝当然笑着追，路人也自然觉得他不错。再扯点别的，轮到他出现，不少人就会说，有他在就像多了一份安全感。尤其是在各种活动现场，那种他要亲和到底的样子，真叫人忍不住想，哎呀，这样的明星也就一博了吧。很多时候，他的表现不是单纯的颜值出众，而是真全方位的舒服。你看得多了就会发现，这个舒服二字是最厉害的。他不用刻意装腔作势，现场互动自然能带动起氛围。讲到这里，我就又忍不住一笑。一博有时候也会在拍摄现场搞点小动作，什么调皮捣蛋之类的，粉丝都看了心动。之前某场采访，他居然还当场吐槽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越来越爱出丑，好像是习惯了。啊，就这一句话，简简单单一句，别人看就是萌萌哒，粉丝听到后却会觉得真是贴心又真实。这份真实比任何一份华丽的说明都更让人信服。但一博遇到的不是普通的明星粉丝，而是一大批追星狂魔，这份疯狂让我觉得背后隐藏的恐怖。你说，如果把这些粉丝的热忱用在别的领域，或许也能唤醒点社会的良知吧。估摸着也不用铺天盖地的宣传，靠一两场偶像面馆就能变身。提到一博，大家的第一反应就变成这哥们真是人见人爱的疼。可谁知道，这海量的关注背后，藏着不少付出与疯狂。我愣是被他那场铺设的满天飞的线下布局震撼到了，也不得不承认，一博确实属实没体验过的那一类明星。天知道他背后花了多少心思，多少人夜以继日的操盘。可偏偏这个时代，粉丝追明星像追异世界的传说，你的无数暗黑和热情夹杂其中，才算得上这个圈子的常态吧。你说，这样的明星真的是偶像吗？还是只是一场巨大的商业表演？反正我看着这些铺天盖地的信息流，也就只剩心里一阵无奈。明星越高大上，粉丝越疯狂如潮，这个循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破。总觉得现在的娱乐产业好像迷失了点什么。从未见过的王一博 Jimmy Choo 线下大动作的广铺开全程震撼，这不仅仅是一句宣传口号，而是一次视觉与感官上的双重冲击。近日，随着 Jimmy Choo 线下投放的全面铺开，王一博的全新写真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角度出现在大众面前。不同于以往舞台上闪耀的他，也不同于影视作品中沉浸在角色里的他，这次的王一博以更具时尚张力、更具先锋气质的姿态惊艳全城。走在街头巷尾，人们不经意抬头，广告牌上那张熟悉却又新鲜的面孔，总能瞬间吸引注意。这样的营销不仅展示了品牌的魄力，更彰显了王一博作为顶流代言人无与伦比的号召力。在这个信息碎片化、注意力高度稀缺的时代，如何抓住大众的眼球，成为品牌们最为头痛的问题。Jimmy Choo 这一次的操作，可以说将效率与精准诠释到了极致。短短时间内，大面积的广投放，让王一博的形象几乎无处不在。从商圈的 LED 大屏，到地铁站的长廊广告，再到社区楼宇的投放，形成了一种全方位的视觉覆盖。这样高密度、高强度的曝光，自然引发了网友的刷屏式讨论。有人感叹，无论走到哪儿都能看到王一博，简直像在跟随他一起穿梭城市。有人则直言，这样的品牌动作让人想不注意都难。可见，
这种营销方式不仅触达了目标消费群体，更成功扩大了品牌的外延影响力。而站在王一博的角度来看，这次的宣传动作同样意义非凡。作为一位在娱乐圈摸爬滚打11年的顶流，他早已不再只是单一标签下的偶像。他可以是演员，可以是歌手，可以是舞者，也可以是赛车手，但同时，他又是众多国际一线时尚品牌眼中的最佳合作人选。这种多维度的发展，使得他的个人气质与品牌调性高度契合。Jimmy Choo 一直强调的大胆、自由、先锋，与王一博身上散发的少年感、突破力、独特性形成了天然的呼应。因此，当两者相遇时，呈现出的效果自然是强强联合，彼此成就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宣传物料中，王一博以一个从未见过的角度出现，他的眼神里带着某种沉静的力量，身姿挺拔却不失随性，仿佛既有都市青年的自在不羁，又有国际巨星的自信与沉稳。这种复杂又立体的气质，正是当下年轻人所追求的理想状态。或许正因为如此，网友们才会如此热议，原来王一博还可以这样。一个全新的视觉维度，不仅拓宽了大众对他的认知边界，也让品牌借此强化了自身的多元价值。这背后透露出的，正是王一博一路走来的成长轨迹。他从最初的练习生，到凭借舞台上的爆发力被关注，再到荧幕上逐渐打磨演技，再到如今时尚圈的宠儿，每一步都不是偶然，而是长期沉淀与自我突破的结果。可以说，他的每一次亮相，都不只是漂亮的外壳，而是承载了多年努力的积累。Jimmy Choo 愿意如此大规模压住他，也从侧面说明了他在商业价值与社会影响力上的稳定性与上升力。与此同时，这种全程覆盖的视觉盛宴，也不仅仅是品牌与艺人的双赢，更是一场文化现象。广告早已不再只是单纯的商品宣传，它更像是一种城市美学的建构。当你走在街头，被这些巨幅广告包围时，某种意义上你也参与到了时尚文化的共享之中。这是一种身份的认同，一种群体的氛围，也是一种对美学的集体体验。而王一博作为核心视觉符号，无疑是这场共享美学的最佳代言人。他不仅仅是一个明星，而是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的具象化。很多粉丝在看到这些广告后，第一时间选择打卡拍照，分享到社交平台，这本身就是粉丝经济的延伸。照片的转发与二次传播，让广告的价值被成倍放大，也让王一博与品牌的结合更加深入人心。甚至有网友调侃，去 Jimmy Choo 买的不只是鞋，而是买了一份和王一博共享的时尚感。这种情感附加值，正是明星代言的独特魅力所在。从更广的层面来说，这样的动作也为国内娱乐与时尚结合提供了一个新的范本。过去我们常常看到明星代言停留在单一广告层面，而如今，随着营销手法的升级，艺人形象、品牌调性、粉丝文化、城市空间等要素被整合在一起，构建出了更具立体感的传播矩阵。这不仅提升了品牌的认知度，也推动了艺人个人 IP 的升值。王一博无疑走在了这个潮流的前端。结尾的时候，不妨将视角再拉回观众本身。为什么我们会被这样的王一博吸引？或许是因为他在镜头里的每一个眼神，每一次转身，都投射出年轻一代最真实的愿望：自信、自由，敢于尝试，敢于突破。他不仅仅是在为 Jimmy Choo 代言，更是在为一种生活态度代言。看到他，人们会想到，原来我也可以如此勇敢。这种代入感与共鸣，才是粉丝和观众最真实的部分。所以，当我们再次走过街头，抬头看到那一张张熟悉的广告时，不妨慢下来，去感受那份震撼背后的意义。那不只是王一博的新角度，不只是 Jimmy Choo 的营销策略，而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记忆。最后，想对大家说，追随王一博，
不仅仅是追随一个顶流的光环，而是追随一种不惧挑战、不断进阶的精神。他的成长轨迹告诉我们，努力与坚持一定会开花结果，勇敢与突破一定会赢得掌声。就像这次 Jimmy Choo 的广告一样，从未见过的角度，往往能带来最震撼的力量。未来的王一博依然值得我们满怀期待，而我们也能在他的身上汲取能量，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